别人遇到末世只能逃命，我却差点笑出声，因为我是现代最后一位阴尸宗宗主，满城丧尸全是我的免费手下。我从300士兵起家，身边聚齐5位身份顶级的绝美女伴，先夺下一座城，再带100万尸军横扫整座海岛省，直到一头200米高的尸山巨人从省会地下爬出，我才知道真正的末世刚刚开始。末世爆发前，我是现代最后一位阴尸宗宗主，穷得连6000块房租都交不起。末世爆发半年后，我坐拥一座城、10万士兵，以及5位身份显赫、容貌绝顶的女伴。一位是冷艳飒爽的特警队长，一位是清冷聪慧的天才研究员，一位是明艳高贵的财阀继承人，一位是温柔锋利的国手名医，还有一位是艳丽危险的顶级精神系觉醒者。因为我被房东堵在门口催租的时候，楼下刚好死了300个人，但对阴尸宗宗主来说，那场面就像银行突然通知我，尊敬的客户，您遗失多年的300笔定期存款已经到账。房东陈怡还在用手指戳我的胸口，勒令我当天交清拖欠3个月的6000块房租，否则就带着屋里那些破木牌一起滚出去。我诚恳地纠正陈怡，那些不是破木牌，而是阴尸宗历代祖师的牌位。陈怡反问祖师能不能替我交房租，我承认目前不能。于是在陈怡看来，那些依旧只是破木牌。我正准备维护宗门最后一点尊严，楼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一辆公交车撞进便利店，街上的人先是停住，随后像被同时拔掉电源，一个接一个倒地。几秒后，他们又以极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爬了起来，有人扑向路人，有人撞碎玻璃，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追着自己的老板啃。我趴在窗边看了3秒，热泪盈眶，心里直呼祖师保佑。陈怡吓得脸色惨白，认定外面的人全疯了。我却激动地握住陈怡的手，告诉他并不是外面的人疯了，而是阴尸宗终于赶上了行业风口。话音刚落，一具丧尸撞破楼道门，张着血淋淋的嘴扑向陈怡。我咬破指尖，凌空画符，一掌拍在他额头，以阴尸宗第72代宗主陆玄的身份强行召尸。丧尸浑身一僵，下一秒他笔直站好，双手贴在裤缝两侧，像刚入职的保安。我看着他结实的肩膀，满意的点头，先测试他会不会搬家。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，确认他能够听懂命令后，我让他先把祖师牌位搬上天台，还特意强调必须轻拿轻放，摔坏一个就扣绩效。陈怡看看丧尸，又看看我，终于开始怀疑我的真实职业。我背起装着宗门全部资产的帆布包，挺直腰杆，承认自己以前只是无业游民，现在却已经成功转型为尸体资源再就业管理专家。阴尸宗传到我这一代，已经穷得只剩牌位。古代祖师随处能找到战死武将，现代治安良好，又普及火葬，宗门原材料全面断供。师父临终只留下2句话：宗门振兴靠我，办法是等天下大乱。师父还特意拒绝被练成本命师，理由是活着穷了一辈子，死后不想继续加班。我尊重劳动者意愿，把师父送去火化，然后等了10年。10年里，我送过外卖，摆过地摊，也在殡仪馆上过3天班。因为擅自替遗体整理阴气，我被领导以未经授权提供售后服务为由开除。如今末世来了，阴尸宗终于从夕阳行业变成了朝阳产业。我带着陈怡躲上天台，沿途收了9具丧尸，这些只是最低级的形式，行动迟缓，脑子不太灵活，优点是服从管理，不需要工资，而且从不因为加班在群里发小作文。缺点也很明显，长相影响企业形象。陈怡抱着祖师牌位缩在角落，紧张地询问我能控制多少尸体。我感受了一下体内沸腾的阴气，我估算以目前修为，大概能控制100具普通形尸。陈怡随即追问楼下的丧尸数量，我往下一看，黑压压的尸群挤满街道，少说2000。我告诉陈怡，好消息是公司订单充足，坏消息是目前的员工宿舍明显不够。天台铁门突然震动，几十具丧尸正在撞门，其中夹着一个体型接近2米的巨汉，他肌肉膨胀，皮肤泛青，一拳便把铁门砸出凹坑。普通丧尸刚爆发就出现变异体，这个世界的更新速度比手机系统还快。我调动9具行尸堵住门，自己在地面画下巨阴阵，铁门轰然倒塌，巨尸冲进来，一巴掌拍飞3具行尸。我闪身避过拳头，将最后一张镇尸符贴上他的后颈，符纸瞬间燃烧。巨尸回头，咧嘴冲我露出一排带血的牙。镇压失败，陈怡在后面怀疑我的祖传技术已经过期。我让陈怡别急，毕竟传统行业也需要时间进行数字化转型。我割开掌心，将血按在巨尸眉心，强行催动本命控尸印，阴气像冰水一样灌入经脉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巨尸的拳头停在我鼻尖，几秒后，他缓缓跪下。我擦掉鼻血，拍了拍他的肩，给他取名铁柱，并当场任命他为阴尸宗保安部部长。陈怡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以前的名字，我当然不知道，只是觉得铁柱足够醒目，况且叫建国容易重名。有了铁柱，
我们杀出居民楼，直奔附近的永盛商场，那里有食物、药品和发电设备。更重要的是，地下停车场阴气浓郁，适合建立临时尸库。末世第一天，别人忙着逃命，我忙着选宗门新旨，这就是专业。商场里聚集了30多名幸存者，带头的是个扎高马尾的女人，黑色作战服沾满血，手里提着一把消防斧。她站在2楼护栏边，看见我身后的尸群，毫不犹豫地举起弩箭。女人警告我再往前一步就会被射穿脑袋。我停下脚步，想确认她瞄准的是我还是身后的铁柱。她认为两者没有区别。铁柱不满地吼了一声，我回头教育铁柱，开会时不要随便插嘴。女人的眼神更加警惕，终于确认我能够控制丧尸。我则纠正这种说法，严谨地说应该叫御尸，控制听起来像非法拘禁。他叫秦昭，末世前是特警队长。秦昭身高接近1.75米，双腿修长有力，黑色作战服勾勒出利落紧致的腰线。他的皮肤是长期训练后依旧干净的冷白色，眉峰锋利，鼻梁挺直，眼睛狭长明亮。高马尾随着动作扫过肩头，几缕被汗水打湿的黑发贴在脸侧，让那张英气逼人的脸多了几分野性。秦昭不是柔弱精致的美，而是像一把刚刚出鞘的黑色长刀，越危险越让人移不开视线。病毒爆发时，秦昭带着附近居民撤进商场，已经连续战斗10几个小时，即便体力接近极限，秦昭握住消防斧的手依旧稳得没有一丝颤抖。他身边还有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，长发随意扎起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。即便外面尸横遍野，他仍抱着平板记录丧尸数据。顾清河指出，普通丧尸没有自主意识，因此无法理解铁柱为什么会服从我。我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格魅力，顾清河更倾向于神经或能量层面的强制干预。事实证明，科学家说话通常不愿意给人留面子。他叫顾清河，是噬病毒研究所最年轻的首席研究员。顾清河穿着沾血的白大褂，身形纤细挺拔，乌黑长发用一根银色发簪松松挽起。他的脸型秀气，肤色莹白，薄唇天生带着一点淡红，细框眼镜后的眼睛清澈幽深，看人的时候像能把骨骼、血液和隐藏的秘密一起分析出来。顾清河的美安静得近乎清冷，可一旦他专注地抬起眼，周围再混乱的场面都会像自动失去声音。病毒爆发前，顾清河正负责一种古代菌株的检测，末世已经让所有人惊慌失措，顾清河却能蹲在尸堆旁记录数据，神情平静的像只是在实验室里加了一次普通的夜班。顾清河告诉我，这场灾难可能不是普通病毒，感染者死亡后体内会出现一种未知能量，和古墓样本中的辐射波动高度一致。我听完沉默片刻，那根本不是辐射，是阴气。现代科技研究阴气，就像拿温度计测鬼的心情，方向不能说完全错误，只能说仪器多少有点为难。顾清河捕捉到我的表情，判断我认识这种能量。我承认自己略懂，并告诉顾清河，解决整个末世暂时做不到，解决楼下那群丧尸倒是不难。商场外围已经聚集上千具丧尸，玻璃门摇摇欲坠，幸存者弹药不足。秦昭不相信我，却没有别的选择。我提出3个条件：第一，地下停车场归我；第二，所有无人认领的尸体归宗门统一处理；第三，幸存者必须劳动换取物资。铁柱往会议桌旁一站，合作方案很快全票通过。他虽然不懂民主协商，却非常擅长提高表决效率。我在商场四角布下聚阴旗，让陈怡带人封住通道。秦昭组织幸存者从2楼投掷燃烧瓶，逼尸群集中。我站在大门中央，双手结印，百尸听令。最前方的99具丧尸齐齐停下，他们转过身，扑向后方同类，尸群瞬间大乱。铁柱如同一辆没有刹车的装甲车冲入其中，一拳一个，把普通丧尸砸得像过期西瓜。秦昭从高处射杀变异体，渐渐命中眼窝。顾清河则在后方提醒我，左侧变异体的颈椎就是弱点。我很好奇顾清河如何得知，原来就在我们谈话时，他已经完成了一次解剖。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女人可能比我更像邪修。2个小时后，商场外恢复安静，我控制的行尸增加到100具，并挑出12具身体完整的，组成阴尸宗第1支巡逻队。幸存者看我的目光彻底变了。末世之前，控制尸体会判刑；末世之后，控制尸体能凭先进个人。时代对人才的评价果然取决于市场需求。3天后，永盛商场被改造成幸存者基地，秦昭负责防卫，顾清河建立实验室，陈怡掌管仓库，我则负责最重要的部门——遗体资源管理中心。基地规章第1条，活人不得欺负活人；第2条，死人不得擅自离岗；第3条，未经宗主许可，不得给铁柱喂东西，他不需要吃饭。上次有人塞给他一根火腿肠，包装袋到现在还卡在牙里。
1周内，我们救回200多名幸存者。我的士兵也扩充到800具，普通士兵负责搬运、巡逻和修筑围墙，速度型变异师负责侦查，力量型负责拆迁。末世前需要几十台工程机械的工作，现在一群尸体昼夜不停地干。有人感叹士兵仿佛永远不会疲惫，我说明士兵虽然不累，却仍然会磨损，损坏后只能送回去缝补。阴尸宗终于形成完整产业链，麻烦也很快上门。城北的黑狼基地派来使者，要求我们每月上交1半物资，并把秦昭和顾清河送给他们首领。使者说，黑狼首领已经觉醒火焰能力，麾下3000人，是全城未来的主人。我追问对方索要顾清河的目的，使者坦白，首领只是欣赏美女，秦昭同样在他的目标之中。至于我，使者打量2眼后表示，首领不喜欢男人。我只能遗憾这位首领错过了本基地最有内涵的人。秦昭已经握紧斧头，我拦住他，让使者回去转告黑狼首领，3天后我亲自送一份大礼。使者离开后，秦昭问我准备送什么。秦昭提醒我，对方所要的是基地1半物资，并询问我是否真打算交付。我望向停车场里整齐列队的士兵，确认当然会给，因为这些士兵就是我们最大的物资。3天后，黑狼基地大门外出现了一支运输队，10辆卡车，车厢盖得严严实实。黑狼首领亲自带人验货，我坐在第1辆车里，笑着递上清单。我通过对讲机通知对方，本次送达普通士兵600具，变异师28具，另赠保安部部长1名，请注意签收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所有车厢同时打开，士兵倾巢而出。铁柱第一个跳下车，一拳砸塌了基地大门。黑狼首领怒吼着释放火焰，他的异能确实强，一击便烧毁10几具士兵。可阴尸宗最不缺的就是员工。我摇动引魂铃，埋伏在基地外的2000具丧尸同时转向。黑狼的人一直用血肉吸引尸潮攻击其他据点，如今那些尸潮全部成了我的援军，火焰烧得再旺，也烧不完一座城市的死人。秦昭带队从侧门突入，控制武器库，顾清河关闭燃料管道，防止黑狼引爆基地。半小时后，黑狼首领被铁柱按在地上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。我蹲在他面前，我表明自己是阴尸宗宗主，对方显然从未听过这个宗门。我只好解释，那是一个因为长期没有业务而差点被房东清算的传统门派。他最终被关进地牢，黑狼基地里被奴役的幸存者获得自由，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被并入永盛基地。获救者里还有2个身份特殊的女人，沈渊是盛华财团唯一继承人。沈渊有一张明艳到极具攻击性的脸，长眉浓淡得宜，眼尾微微上挑，红唇饱满却不显轻浮。他身材高挑丰盈，哪怕被囚禁多日，剪裁考究的白色西装已经沾灰。沈渊站直身体时，依然像刚刚走出一场100亿董事会。钻石耳钉少了一只，另一只仍在昏暗灯光下闪烁，让沈渊既显狼狈，又显得贵不可攀。黑狼首领囚禁沈渊，是想逼沈渊交出集团仓库和私人避难所的位置。获救后，沈渊没有哭，只递给我一张全市资源图。他点着地图，表示愿意用27座仓库、3家制药厂和1个冷链中心偿还救命之恩。别人报恩以身相许，他报恩自带资产负债表。我当场任命他为资源总长。苏婉照则是全国最年轻的国手级外科专家。苏婉照眉眼温柔，五官精致的没有一处张扬，柔顺长发垂在肩后，白皙修长的手指天生适合握手术刀。她的身材曲线柔美，气质却沉静坚韧。浅蓝色手术服上大片血迹，不但没有损伤美感，反而让苏婉照像一朵开在废墟中的白色玫瑰。苏婉照说话时声音柔和，可只要她拿起手术刀，连最凶悍的觉醒者都会下意识把音量降低。末世爆发时，苏婉照刚完成一台19小时的心脏移植手术，逃亡途中又救了上百人。黑狼首领想让他只为自己服务，他便给对方开了1个月的泻药。我询问药物剂量是否安全，苏婉照摘下手套，保证剂量非常安全，副作用不过是让暴龙每天拥有大量反省人生的时间。他成为新生城医疗中心的负责人。至此，秦昭管防卫，顾清河管科研，沈渊管资源，苏婉照管医疗，而我管尸体。听起来我的部门最不像正经机构，偏偏其他部门离开我都很难开工。我们的总人口突破3000，大家推举我当城主。我推辞了3次，第1次是出于礼貌，第2次是想显得稳重，第3次是秦昭把斧头放在桌上，说再推辞就让铁柱当。我立刻接受，毕竟他的施政纲领目前只有吼和砸，不利于城市长期发展。成为城主的第1天，我做了3件事。第1件事，我让3000具士兵在城墙外整齐列阵，那些原本想趁乱抢夺物资的小势力
刚走到城门口，就看见3000张腐烂的脸同时转向他们。对方连条件都没来得及提，当场留下武器，主动申请加入城市环卫部门。第二件事，我公开处决了10几名专门残害幸存者的恶徒。别人处决罪犯需要押送、审判和维持秩序，我只让尸王往广场中央一站。罪犯自己就把犯过的事交代的比档案还详细，连小时候偷邻居鸡蛋都没敢漏。第三件事，我让10万丧尸开始城市建设。从前开发商修一条路需要半年，士兵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领加班费，只用了7天。唯一的问题是验收人员不敢靠近，最后只能站在楼顶用望远镜检查。消息传开后，周围10几个基地先后来投。曾经嘲笑殷师宗是封建迷信的人，现在排队申请宗门编制，有人甚至连夜提交入宗简历，特长一栏写着身体健康，死后服从安排。我看完十分感动，然后全部拒绝。殷师宗虽然缺人才，但暂时不接受提前入职。活人比尸体难管理，尸体只要命令，活人还会为食堂究竟是土豆炖鸡还是鸡炖土豆开半小时会议。我直接设立防卫、生产、医疗和建设4部，以劳动积分分配物资，做恶者驱逐。12支士兵工程队昼夜施工，1个月恢复供水，2个月启动电站，第3个月全城重新亮灯。灯光亮起的当晚，周边7个小基地主动归顺。以前他们把我叫邪修，现在统一改口叫城主，语气转换的比尸变还快。沈渊依靠财团网络找回了足够全城吃半年的粮食，还开发出一套不依赖士兵手指完整度的仓储系统。苏婉照重建市第1医院，让士兵推床搬运设备。患者最初害怕，后来发现士兵从不收红包，医院满意度反而全城第1。人群欢呼时，我站在城墙上，忽然想起师父，他让我等一个天下大乱。现在乱世等到了，师父却没说，当宗主还得学市政管理。秦昭曾问士兵会不会失控，我承认会，所以每周检查控湿印。现代服务器都需要维护，传统法术当然也不能承诺永久不宕机。秦昭听完，收走了原本递给我的啤酒，认为我过于诚实，不适合获得奖励。另一边，顾清河的研究取得突破，他发现丧尸体内的阴气并非凭空产生，而是来自城中心地下，那里曾经挖出一座古墓。病毒爆发当天，研究所收到的第一批异常样本就来自古墓。更麻烦的是，地下阴气正在增强。按照我的说法，是有东西在醒；按照顾清河的说法，是未知高能生命体进入活跃周期；按照陈怡的说法，是地下有个祖宗睡够了，想出来找事。陈怡的表述最通俗，也最接近真相。就在我们准备探查古墓时，城西来了300名觉醒者，领头的女人叫楚红玲，末世前是国际格斗冠军，末世后觉醒了罕见的精神能力。楚红玲骑着黑色重型摩托，红色长发像燃烧的绸缎一样垂到腰间，她的皮肤细腻雪白，五官浓艳立体，眼眸深处仿佛永远跳动着危险的火星。黑色皮衣紧贴着楚红玲凹凸有致的身形，腰肢纤细，长腿笔直，握刀的手臂却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。楚红玲笑起来艳丽的让人心跳加快，拔刀时又能让心跳直接停止。楚红玲能同时干扰上百具丧尸，是城西300名觉醒者公认的首领。楚红玲只使用本名，从不接受任何花哨称号，因为楚红玲认为没有哪个称号会比她本人更令人难忘。她骑着黑色摩托停在城门前，红发在风里扬起。楚红玲听说我能控制尸潮，便拔出长刀向我挑战，约定我赢了就能得到她和城西，我输了则连同城东一起归她。我很想把比赛换成城市排水规划之类的文明项目。他用刀锋回答了我，他的精神力能切断我和普通士兵的联系，却控制不了铁柱。他脑子里的内容实在太少，几乎没有干扰空间。铁柱趁他错愕，连人带摩托举了起来。楚红玲悬在半空，沉默10秒。放我下来，我带300名觉醒者加入你，但我不做下属。我想知道楚红玲究竟要什么身份。楚红玲盯着我，表明自己要成为有资格与我共同决定未来的人。我身后的秦昭、顾清河、沈渊和苏婉照同时安静下来，空气里出现了比狮王苏醒更明显的杀气。我立刻宣布欢迎楚红玲加入城市发展委员会。古墓里沉睡着一具千年狮王，他不是普通尸变，而是和殷师宗祖师同一时代的存在。末世爆发只是他苏醒时逸散的一缕尸毒，狮王完全醒来之日，全城数10万丧尸都会受他召唤，而我只能控制12000具。顾清河询问这一战有多少胜算，如果只算我，大概1成。顾清河继续计算，加上秦昭后的结果，2成。顾清河最后询问集合全城后的胜算，还是2成。秦昭对此感到不解，因为统计学不会因为人多就给面子。新生城已有水电田地和3万名居民，撤离只会死得更快。
我决定主动进入古墓，在狮王彻底苏醒前炼化他。秦昭要同行，顾清河也要去。沈渊带来了财团避难所封存的军用炸药，表示投资人必须参加重大项目验收。苏婉照背上手术箱，说他不放心让一群非医疗专业人员进入千年古墓。楚红玲扛起长刀，表示自己可以干扰狮王意识，顺便找回上次输掉的场子。我提醒众人，这是阴狮宗内部业务。秦昭擦着斧刃，主动承担解决业务纠纷的工作。顾清河推了推眼镜，决定负责记录我们如何解决。5位顶级人才主动同行，黑狼首领靠抢人组建班底，而我靠救命之恩、共同目标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感情关系。狮王苏醒那天，全城的天空变成暗红色，10万狮潮同时向中心移动。我命令士兵在主街列阵，活人守军登上城墙，铁柱穿着基地为他焊接的钢甲，胸前还喷了保安部3个白字。古墓深处，狮王坐在青铜棺中，他睁眼时，秦昭手里的探照灯瞬间熄灭。那是一具保存完整的古尸，身披黑色王袍，双眼如血，仅仅一道威压，就让我体内所有控尸印剧烈震荡。地面上，成千上万具尸兵开始失控。狮王看着我，声音直接响在脑海：阴狮宗后人，跪下！我腿一软，差点真跪。秦昭从后面踹了我一脚，把我踹得向前扑出，也避开狮王抓来的手。秦昭表示回去以后会替我申报工伤。顾清河已经将探测器插进棺椁，并发现狮王的能量核心不在大脑，而在胸腔。狮王挥袖将他震飞。我接住顾清河，自己撞在石壁上，疼得差点看见历代祖师排队招手。秦昭正面挡住狮王，斧刃连续崩裂。楚红玲将精神力刺入狮王识海，为我争取最关键的10秒。沈渊引爆外围通道，切断不断涌入的狮群。他计算爆破点时，精确的像在完成一场100亿并购。苏婉照一边替我止血，一边冷静警告我，再逞强3分钟，他就会先把我打晕，再让其他人重新选举城主。外面的狮潮开始冲击城墙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我取出宗主令，割破手腕，将血灌入令牌，历代宗主残留其中的阴气同时爆发。狮王冷笑着嘲讽我没有资格炼化他。我承认，按照正常流程，当然无法炼化狮王。我把宗主令按在他胸口。不过阴狮宗这些年虽然没有尸体，欠债经验却非常丰富。我没有强行控制狮王，而是将自己全部控尸印转移给他。12000具尸兵的联系、命令和阴气瞬间压进狮王意识。简单的说，我把整个宗门的工作群、历史文件、未读消息和1万多名员工同时移交给了新管理员。狮王僵住了，他活了1000年，从没经历过信息过载。我趁机发动逆转控尸诀，狮王想吞掉我的神魂，我则顺着连接侵入他的意识。我们像2个争抢同一账号的人，谁先改掉密码，谁就是宗主。他有1000年修为，我有10年贫穷磨出的精神状态。一个连3个月房租都欠得起的人，神魂稳定程度通常超乎想象。最终，狮王眼中的血光熄灭，他在我面前单膝跪下。地面上10万狮潮同时停止。我扶着青铜棺站起来，声音传遍所有士兵的意识。我宣布危机解除，并通知众人，阴狮宗从此新增1位名誉副宗主。铁柱通过控尸印发来一声不满的低吼。我告诉铁柱继续担任保安部长，因为副宗主需要识字。末世第6个月，我们彻底收复全城，10万士兵清理废墟，耕种荒地，修复道路，周边幸存者不断投奔，城中人口突破10万。大家正式将这里命名为新生城。我依旧担任城主。秦昭成了防卫军统领，他公开场合叫我城主，私下叫我欠揍的邪修，偶尔也会在喝醉后叫我的名字。顾清河担任研究院院长，他成功研制出抑制尸毒的药剂，却始终没研究明白为什么每次他熬夜，我都会让狮王站在实验室门口盯着他下班。沈渊担任财政与资源总长，用半年重建了全城商业体系，也成为唯一敢拿预算表质问我养10万具尸体为什么还会超支的女人。苏婉照成为中央医院院长，她救活了无数人，也养成了随时检查我脉搏的习惯。她说这是职业本能，我怀疑没有哪个医生检查完还会牵着病人的手不放。楚红玲统领觉醒者军团，她每天都说要找我重赛，比赛项目却逐渐从格斗变成骑车、喝酒以及谁先承认喜欢对方。陈怡则掌管全城后勤，她至今保留着我的欠租账单。我成为城主后的第一笔工资，先还了那6000块。陈怡接过钱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秦昭、顾清河、沈渊、苏婉照和楚红玲一眼。他每天都感叹小鹿如今已经出息，不但有成有事业，身边5位姑娘还一个比一个厉害，然后继续追问我的结婚日期。我还没回答，5位顶级美女同时看了过来。秦昭放下消防斧，顾清河停止记录，沈渊合上预算表，苏婉照搭住我的脉搏，楚红玲把长刀放到桌面。
5位角色女伴同时等我回答。换成普通男人，大概已经开始感谢命运，我却知道，感谢的太早，通常会直接变成遗言。狮王站在我身后，铁柱守在门口，10万尸兵遍布全城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炼化千年狮王也没有眼前这个问题危险。我认真思考后表示，宗门目前仍处于创业阶段，暂不考虑上市。秦昭的手摸向斧头，顾清河低头翻开人体解剖图。我立刻补充，宗门倒是可以接受战略投资。窗外夕阳落在新修的城墙上，士兵扛着钢材整齐走过，孩子们隔着围栏冲铁柱挥手，铁柱笨拙地抬起一只手回应。末世前，我是现代最后一位阴尸宗宗主，没钱，没工作，没门徒，宗门资产只有一包祖师牌位和6000块欠租。末世后，我有一座城，10万士兵，5位身份顶级且并肩走过生死的绝美女伴，还有一位每天催我确定正宫的后勤部长。师傅说的没错，只要坚持传统行业，总能等到市场回暖。只是他老人家没有告诉我，市场一旦太暖，容易把全世界的人都热成尸体。我原以为统一新生城之后，终于能过几天安稳日子。事实证明，人在末世不能轻易立这种旗。新生城亮灯后的第7天，海岛省其他城市同时派来了使者。我们所在的海岛省叫东兰省，是一座面积接近4万平方公里的大型海岛。末世前，东兰省有1200万人口，一座省会，3座港口城市，2个军事基地和全省最大的国际机场。末世后，跨海大桥被炸断，轮渡停航，通讯中断，整座东兰省像被从大陆版图上切下来，丢进了尸潮组成的海里。根据沈渊整理的情报，东兰省目前有4股大型势力。北部港城被海神会占据，海神会控制渔港、油库和全省最大的粮食码头，首领许沧海能操纵海水，手下有2万多人。西部山城被万兽营控制，万兽营能够驱使变异兽，首领韩天木养着一头5层楼高的变异黑熊，平时出门不坐车，直接坐熊。南部机场被天穹基地掌握，天穹基地拥有末世后仅存的直升机和运输机，首领杜仓明自称东兰省临时总督，已经开始印自己的钞票。省会东兰市最危险，那里聚集着超过300万具丧尸，还有一头能号令空中狮群的飞行狮皇，其他势力都不敢靠近，却又都盯着省会的军火库、科研中心和地下粮仓。4方使者来到新生城，不是为了祝贺。海神会要求我们上交控尸秘术，万兽营要求我们每月提供5000具尸体喂养变异兽。天穹基地的使者最客气，只要求我交出城主位置，带着5位女伴去机场接受统一管理。我看完3封公文，忍不住感叹，东兰省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，大家不仅想要我的技术，还想连我的管理团队一起挖走。秦昭把3份公文叠在一起，用斧刃钉进会议桌。顾清河认真分析3家势力的兵力和技术。沈渊已经开始计算接管3家势力后能获得多少资产。苏婉照让医疗中心提前准备伤员床位。楚红玲只问了一句话，众人开始讨论应该先对哪一方动手。我看着墙上的东兰省地图，决定先不打。统一一座城市靠拳头，统一一个省不能只靠拳头，拳头能砸开城门，却不能让几十万人心甘情愿地留下。我让3名使者在新生城住了3天。第1天，他们参观了士兵农场，2万具士兵在田地里耕种、灌溉和收割，普通幸存者只负责操作机器和检查质量。其他基地为了争夺1袋米能打破头。新生城的粮仓已经开始研究酿酒会不会浪费主食。第2天，他们参观了中央医院，苏婉照建立的医疗体系已经覆盖全城。顾清河研发的尸毒抑制剂能把感染后的有效抢救时间从10分钟延长到6小时。过去被咬伤只能等死，现在只要跑得比6小时快，就还能保住1条命。第3天，他们登上城墙，10万士兵在城外列成方阵，狮王站在最前方，铁柱穿着保安部部长的钢甲站在旁边。随着我抬起手，10万士兵同时单膝跪下，整座平原轰然一震。3名使者的脸色也跟着震了。我没有威胁他们，只让人送上3份回信，回信内容完全一致。新生城不接受任何势力管理，也不向任何势力上供，但所有遵守新生城法律、愿意共同消灭尸潮的人都可以获得粮食、药物和技术支援。3名使者离开时，态度比来时礼貌许多。其中天穹基地的使者甚至主动问，回去以后能不能申请调到新生城工作。我让他走正常招聘流程，新生城现在是正规单位，不能因为敌方使者主动投诚就破坏人事制度。3天后，第1场省级战争还是来了。发动战争的不是3大势力，而是海里的尸体。东兰省四面环海，末世爆发时，无数船只在近海失事，船员和乘客感染后沉入海底。随着阴气增强，这些被海水泡了几个月的尸体发生变异，开始成群爬上海岸。
他们皮肤覆盖鳞片，指缝长出蹼，普通子弹很难穿透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不受陆地狮王控制。第一波海狮潮超过20万，海神会控制的北港首当其冲。许沧海能操纵海水，却无法同时挡住20万海狮。北港城墙被撞开后，海神会立刻向另外3方求援。万寿营拒绝，天穹基地要求海神会交出油库作为救援条件。许沧海最后把求救信送到新生城。秦昭问我救不救，沈渊提醒我，北港粮仓里储存着全省近40%的进口粮食，一旦北港陷落，几十万吨粮食会被海水和狮群毁掉。顾清河则希望获得海狮样本，楚红玲已经把刀擦了3遍。苏婉照最直接，苏婉照说北港还有10几万普通幸存者，权力可以慢慢争，人必须先救。我当即下令全军出发。新生城第一次跨城作战，没有车辆运输压力，8万具士兵跑步前进，他们不需要休息，不需要补给，也不会在服务区排队上厕所。过去200公里的行军需要几天，士兵只用18个小时便抵达北港。沿途的小基地看见8万士兵过境，全部关闭城门。我派人告诉他们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借路。一名基地首领担心对方不肯借出物资。我看了看被士兵踩得不断震动的公路，我平静地告诉众人，物资已经全部借完。北港城墙外，海狮已经堆成一座座肉山。许沧海站在破碎的防波堤上，操纵数十米高的海浪反复拍击狮群。他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身形高大，能力也确实强。可海狮被拍碎一批，海里便爬出更多。许沧海看到我带来的狮军，第一句话不是感谢。许沧海表示海神会可以与我联手，但北港仍然必须由他做主。我点头，我当场答应这个条件。许沧海显然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快。我继续说明，战后北港幸存者有权自由选择管理者。许沧海如果真有信心，现在就应该担心海狮，而不是担心选票。许沧海脸色不太好看，却无法反驳。大战随即爆发，普通士兵无法抵挡海狮的利爪，我便将8万士兵组成8座万人狮阵。前排士兵手持钢盾，后排士兵以锁链相连，向8台沿海岸推进的巨型绞肉机。秦昭率领防卫军守住城墙缺口。秦昭一身黑色作战服站在火光中，每一次扣动扳机都带走一具海狮。弹药耗尽后，秦昭拔出长刀，从城墙一路杀到防波堤，身后留下数百具尸体。楚红玲跃上海港吊机，精神力覆盖整片战场。海狮不受我的控狮术影响，却依旧存在混乱意识。楚红玲直接把数千海狮的攻击目标改成同类。海狮群当场内部开会，议题是先吃谁，最后用最传统的方式打成一团。顾清河带着研究小队冲到前线采样，别人冲进狮巢为了杀敌，顾清河冲进狮巢是为了挑一具死的比较新鲜的。有一头海狮扑向顾清河，铁柱一拳将他打进集装箱。顾清河看着凹陷的箱门，第一次对铁柱发火。顾清河特意强调必须保留完整标本。铁柱站在原地，像一个被甲方要求反攻的施工队长。沈渊接管港口调度系统，调动30台装卸吊机，把装满钢材的集装箱砸进狮巢。沈渊一边指挥，一边让财务记录集装箱损耗，表示战争结束后必须有人承担折旧。苏婉照在码头建立临时手术区，伤员一批批送来。苏婉照连续工作16个小时，浅蓝色防护服被血染透，手中的手术刀却始终稳定。一名海神会高层想优先插队，却被苏婉照以伤势不够重为由赶了出去。对方愤怒地强调自己的身份。苏婉照指了指旁边正在等候缝合的铁柱。我提醒众人，铁柱身为新生城保安部部长，也在老实排队。那名高层看着铁柱裂到肩膀的伤口，立刻认为自己的身份可以稍后再介绍。海狮巢后方很快出现一头30米长的巨型狮鲸，狮鲸撞碎防波堤，张口便吞掉数百具狮兵。许沧海掀起巨浪，却只能让狮鲸偏离方向。我踩着狮兵组成的阶梯登上半空，将宗主令按在狮王额头。狮王仰天怒吼，10万陆地尸体同时回应。我无法直接控制海狮，便用最简单的方式改变战场。5万士兵抱着巨石跳进港湾，以尸体和石块在前海堆出一道临时堤坝。后续士兵开来工程车辆，把废弃集装箱不断推进海里。20分钟后，狮鲸被卡在人工堤坝中央，铁柱从吊机顶端跃下，一拳砸在狮鲸头骨上。许沧海卷起海水，形成巨型水锚。楚红玲用精神力干扰狮鲸的行动。秦昭将最后一枚穿甲弹射入狮鲸眼眶。我控制狮王冲进狮鲸张开的嘴，从内部撕开了他的头颅。狮鲸轰然倒下，海面被黑血染透。剩余海狮失去指挥，迅速被8座狮阵搅碎。这场战斗持续了1天1夜，20万海狮被全部消灭，北港保住了。战后，许沧海召集北港所有高层，
准备宣布海神会仍然拥有统治权。可他走上广场时，10几万幸存者已经自发聚集，他们没有高喊许沧海的名字，他们喊的是新生城。许沧海看着满城由师兵搬运的伤员，苏婉照救下的百姓，沈渊保护下来的粮仓，以及在城墙上并肩作战的新生城军队，沉默了很久。最终，许沧海摘下海神会徽章。许沧海最终代表北港宣布加入新生城。我没有让许沧海交出能力和尊严，而是任命许沧海为北部海防总指挥。真正的统一不是把所有能人踩在脚下，而是让他们发现站在我身边能做成更大的事。北港归顺后，新生城获得粮仓、油库、造船厂和3支远洋船队，我的控制范围也第一次覆盖2座城市。东兰省剩余势力终于意识到，我不是只会守着一座城的地方首领。天穹基地当晚召开紧急会议，万寿营则放出了那头5层楼高的变异黑熊，两家做出了同一个决定，在我消化北港之前，联手除掉我。天穹基地和万寿营的联军来得比预计更快。北港归顺后的第5天，南部机场出动12架武装直升机，西部山区同时涌出2万头变异兽。杜仓明的计划非常清楚，变异兽从地面冲垮新生城，直升机从空中斩首。只要我死去，10万士兵失控，新生城和北港都会变成大型坟场。计划唯一的问题是杜仓明对阴尸宗缺乏基本了解。一名合格的御尸者最先学会的从来不是控制尸体，而是如何防止同行突然控制自己的尸体。我在每一具核心士兵体内都留下了双重尸印，即使我暂时失去意识，尸王仍能按照最后一道命令行动12个小时。简单来说，新生城的管理系统不仅有自动保存，还有断电续传。联军没有直接攻击城墙，而是先轰炸城外士兵营地。第一轮火箭弹落下时，尸营里只有一排穿着破衣服的稻草人，真正的尸军已经藏进地下排水系统。沈渊在末世前参与过东兰省城市建设投资，手中保存着全省最完整的地下管网图。别人看见管网图只能想到下水道，沈渊看见的是一条不需要缴纳高速费的地下运兵线。2万头变异兽冲到城外时，地面突然塌陷，数万士兵从地下钻出，铁链、捕兽网和钢索同时升起。跑在最前面的变异野牛来不及转弯，一头撞进尸阵，后面的变异狼、野猪和巨犬层层相撞，场面像高速公路，发生了2万车连环追尾。万寿营首领韩天木骑着巨型黑熊冲出兽群，那头黑熊足有5层楼高，皮毛硬的能挡机枪。他一掌拍下，几十具士兵直接嵌进地面。韩天木站在熊背上，居高临下的喊我出来决战。我没有出去，楚红林出去了。楚红林穿着黑色战甲，红发在狂风里扬起。相比巨型黑熊，楚红林渺小的像一粒火星。韩天木大笑，命令黑熊踩死楚红林。黑熊抬起巨掌，楚红林同时抬眼，精神冲击像一根无形钢钉刺进黑熊大脑。巨掌停在楚红林头顶不到半米。韩天木拼命催动御兽能力，楚红林却一步步走到黑熊面前，将手掌贴在他的鼻尖。楚红林随口询问韩天木平时给巨熊吃些什么，韩天木却愤怒地强调那是他的战兽，不需要楚红林关心。楚红林从黑熊混乱的意识里读出了答案。韩天木为了让黑熊保持凶性，长期不给他吃饱，还用电击逼迫他战斗。楚红林转头看向城墙，沈渊立刻让人打开粮仓，推出一整车变异蜂蜜和肉干。巨型黑熊闻到食物，眼神当场发生变化。韩天木再次下令攻击，黑熊转身一巴掌把韩天木从背上拍了下去。事实证明，御兽能力可以控制身体，却很难战胜长期欠薪。万兽营最强战兽临阵跳槽，兽群随之大乱。楚红林释放全部精神力，切断韩天木与兽群的联系。顾清河提前配置的镇静器物从无人机中洒下，2万头变异兽陆续倒地，不是死亡，只是睡着。顾清河早就发现，大部分变异兽并未完全丧失理智，他们攻击人类更多是受到万兽营药物和精神控制。等兽群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是足够吃3天的食物，第二眼看到的是被铁柱按进地里的韩天木，第3眼看到的是楚红林。他们非常理智地重新选择了管理层。地面战场崩溃时，12架直升机已经越过城墙，秦昭率领防空队没有立刻开火。新生城的防空弹药有限，一旦第一轮没有击落目标，直升机就会进入城区。秦昭等到12架直升机降低高度，才让隐藏在楼顶的士兵同时掀开伪装。200具速度型士兵身上绑着钢索，弩炮将钢索射向天空，像突然升起一张巨网。前3架直升机被钢索缠住旋翼，迫降在广场，其余直升机急忙拉升。秦昭亲自操作防空炮，连续击中2架，剩下7架转向撤退。我没有让人追，因为顾清河已经在被俘直升机的通讯频道里放出假消息，声称我在轰炸中重伤，
狮王即将失控。杜苍明果然相信。第二天，天穹基地派出全部空中力量，准备完成最后一击。他们看到的是躺在城主府广场中央的我，我身上盖着白布，旁边站着悲痛欲绝的5位女伴。秦昭的表情最自然，因为秦昭是真的想过，如果我借机占便宜，就提前让我躺得更像一点。杜苍明通过无人机确认画面后，亲自乘坐运输机进入新生城上空。就在机群降低高度时，我从白布下面坐了起来。狮王同时睁眼，整座广场的地砖向两侧翻开，露出沈渊提前布置的电磁干扰设备。顾清河启动干扰器，所有飞机的导航和通讯瞬间失灵。秦昭的防空火力封锁退路，楚红林用精神力干扰飞行员。12架飞机像一群突然忘记路线的鸽子，只能按照地面灯光引导，依次降落在新生城机场。杜苍明的运输机最后落地，舱门打开时，铁柱已经带着保安队在跑道两侧等候。杜苍明走下飞机，看见本该重伤的我站在跑道尽头，脸色比飞机燃油报警灯还红。杜苍明震惊地发现，我竟然是在诈死。我纠正，那只是一次城市防空演习。杜苍明随即指责我不讲信用。我提醒杜苍明，他带着轰炸机参加葬礼，却连礼金都没有准备，显然也谈不上信用。杜苍明被押进城主府，天穹基地失去所有空中力量，却没有立刻投降。杜苍明的副手封锁机场，把3万普通幸存者当作人质，威胁引爆地下航空燃油。沈渊提出由自己进入机场谈判。天穹基地的前身正是盛华财团参与建设的东兰国际机场，那里一半高层曾经是沈渊父亲的下属。我不同意沈渊独自冒险，沈渊却反问我，既然相信秦昭能带兵，顾清河能研究尸毒，苏婉照能做手术，楚红玲能控制兽群，就也应该相信他能拿回自己家的机场。我无法反驳，只能让狮王跟随沈渊。沈渊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西装，独自走进机场航站楼，外面是数万士兵，里面是几千名持枪武装人员。沈渊没有携带武器，沈渊只带了一台平板电脑。谈判开始后，沈渊把天穹基地3个月来的物资账目、燃油消耗和秘密转移记录全部投上大屏幕。杜苍明的副手一直声称机场物资不足，要求幸存者减少口粮，自己却把大量燃油和食品藏在私人仓库。沈渊公布了仓库位置、门禁密码和负责人的转账记录。航站楼里的枪口开始慢慢放低。沈渊随后宣布，新生城接管机场后，所有普通成员保留岗位，参与贪污和屠杀的人接受审判，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工资提高1倍。有人问新生城拿什么发工资？沈渊打开北港粮仓、油库和新生城工业区的实时画面。沈渊向机场众人说明，新生城有粮、有油、有电，还有一位能让死人免费工作的城主，普通人只需要负责好好活着。10分钟后，机场守军倒戈，杜苍明的副手想引爆油库，却发现所有控制器早已被狮王拔掉。狮王不懂电子设备，狮王解决电子设备的方法是把整个控制台从墙里拔出来。操作不够精细，但安全效果非常彻底。南部机场就此归顺。杜苍明建立的所谓临时政府，在失去飞机、机场和人心后，只剩下他自己印的几箱钞票。陈怡把那些钞票收进仓库，准备用来给孩子们做手工。一张面值1万的纸币，末世前也许能买一台电脑，现在只能折一只颜色比较严肃的纸飞机。西部万兽营的普通成员得知韩天木被俘，兽群倒戈后也选择投降。我没有解散万兽营，而是将它改编为新生城变异兽骑兵团，由楚红玲统领。那头巨型黑熊成为骑兵团的标志。铁柱第一次见到黑熊时非常兴奋，2个智力水平接近、体型差距巨大的部门负责人互相看了很久，最后建立了某种难以解释的友谊。铁柱把珍藏的半根火腿肠送给黑熊，黑熊连包装一起吃了。铁柱通过控尸印向我表达敬佩。从那天起，保安部和骑兵团的关系成为全省所有部门里最和谐的一组。1个月内，北港、西部山城和南部机场全部并入新生城。东兰省除了省会，只剩下一些小型基地，大部分基地主动归顺，少数基地担心我控制尸体的能力，提出必须先看新生城的法律。我让人送去完整法典。法典第1条仍然是活人不得欺负活人，第2条仍然是死人不得擅自离港。新增的1条是任何人不得未经允许研究城主感情生活，这1条是我亲自加的。5位女伴联名要求删除，最终表决5比1。城主在民主制度下第一次体会到人数劣势。统一全省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，省会东兰市，那里有300万丧尸、1头飞行狮皇以及末世爆发的真正源头。东兰市并不是一座普通的省会，它3面环山，1面临海，城中心还有一座建在古火山口上的生物研究院。末世爆发前，
研究院对外宣称研究海岛特殊植物。末世爆发后，顾清河从北港海狮的脑组织里发现了一种人工诱导蛋白，这种蛋白与新生成最初的尸毒同源，却多出一段只有实验室才能合成的结构。换句话说，这场末世不是单纯的天灾，有人嫌这个世界活得太安稳，主动替全人类按下了困难模式。顾清河连续2天没有睡觉，把各地样本铺满实验室。我劝顾清河休息，顾清河却递给我一管颜色可疑的液体，让我先喝下去，并说明那是一种提神剂。我看见旁边一只实验鼠喝完后，正在笼子里用后腿连续蹬墙。我决定尊重科学，但不盲从科学。第3天清晨，顾清河得出结论，省会地下有一个持续释放尸毒诱导信号的巨大源头，它像一颗看不见的心脏，每隔12小时跳动一次，每跳一次，全省丧尸都会躁动，沿着公路和山谷向省会靠拢。那头飞行狮皇并不是在守城，它是在替某种东西收集尸体。如果放任下去，最多40天，省会300万丧尸就会完成第2次整体进化。到那时，普通士兵将失去数量优势，海岛上的所有活人都会成为口粮。统一全省的最后一战，忽然从攻城战变成了40天倒计时。新生城召开第1次全省军事会议，北港、西部山城、南部机场和17座中小基地的负责人全部到场。会议室里坐着曾经的海神、兽王、将军、首领和各类自封人物，他们以前谁也不服谁，现在他们都看着主位上的我，因为真正能指挥300万丧尸的人就在省会，而唯一可能对抗他的人是我。秦昭把省会地图铺满整面墙，他计划同时从北、西、南3个方向建立疏导走廊，先把外围狮群分流，再以精锐突入市中心。许沧海负责北线水道，楚红绫率变异兽骑兵从西部山口突入，南部机场提供空中侦察与运输。沈渊负责所有粮食、燃油、弹药和车辆调度。苏婉照建立4级救护体系。顾清河负责寻找尸毒源头。我负责最简单的一项工作，对付300万丧尸和一头狮皇。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许沧海问：这项工作哪里简单？我解释所谓简单，只是因为任务描述比较短。出征前，沈渊统计了全省能调用的一切力量：16万士兵、3万武装人员、5000工程人员、800头可控变异兽、27架能够起飞的直升机和运输机，以及北港改装的46艘大小船只。这是海岛末世后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，也是结构最奇怪的一支军队。队伍里有人、死人、野兽、医生、科学家、飞行员、码头工人和一位每天坚持检查士兵站姿的前保安。铁柱如今已经升任士兵军团副统领，升职没有让铁柱骄傲，铁柱只是给自己的防爆盾上喷了4个红字：文明执勤。大军抵达东兰市外围时，所有人第一次看清了省会的样子，整座城市像被黑色潮水淹没，高架桥上挤满丧尸，楼顶趴着畸变怪物，商业区的玻璃幕墙之间盘旋着成群狮鸟，城中心上空一道巨大的黑影绕着研究院缓慢飞行，那就是飞行狮皇。他曾经应该是一个人，现在他身高接近4米，后背长着6片由骨骼和肉膜组成的翅翼，胸口嵌着一颗暗红色晶体，每次振翅，附近狮群都会同时抬头。顾清河给他取名6翼，我本来想叫他大扑棱蛾子。顾清河认为这不符合学术规范，楚红绫认为很符合外观。6翼发现我们后没有立刻攻击，他停在200米高的电视塔顶端，隔着10几公里看向我。下一秒，我脑中的控制印突然震动，16万士兵同时停下脚步，6翼在抢夺控制权。空气里没有声音，我却仿佛听见2股无形的洪流迎面撞在一起。16万士兵的眼睛一会儿发红，一会儿恢复灰白，队伍像狂风里的麦田不断摇晃。我的鼻腔开始流血，6翼胸口的红色晶体也出现裂纹。这是我们第1次交手，谁先松手，谁的军队就会成为对方的见面礼。秦昭没有打扰我，秦昭转身下令，所有活人部队后撤500米，重机枪对准士兵双腿，一旦控制失败，先打断行动能力，不攻击头部。顾清河则抱着检测仪绕着我转了3圈。顾清河说，我的脑电波正在变得像一座发电站。我希望顾清河能说点吉利的。顾清河想了想，只能保证发电站一般不会突然长脑瘤。这句话的安慰效果非常有限。僵持持续了7分钟，我忽然放开了最外围2000具士兵。6翼以为我支撑不住，立刻扩大精神控制，将力量全部压向缺口。他不知道阴尸宗最擅长的从来不是硬抢，阴尸宗最擅长给尸体盖章。我让开2000具士兵，就像打开一道城门。6翼的精神力量刚刚冲进来，我便发动失踪秘术，将控尸印顺着他的精神连接逆向打入。6翼惨叫着从电视塔上跌落，
又在距离地面几十米处重新展翼，而被他控制的2000具士兵脑门上同时浮现一枚黑色印记。6亿没能抢走我的士兵，我反而顺手读取了他一部分记忆。研究院地下不是实验室，那里埋着一座比东兰省历史更古老的祭坛。末世前，研究院发现祭坛能释放一种让死亡细胞重新活动的黑色能量。一个名叫方敬山的研究院院长秘密主持人体实验，试图利用这种力量延长寿命。第一次实验失败，尸毒顺着供水系统和空气循环扩散，方敬山却没有死。他将自己接入祭坛，变成一颗藏在地下的活体大脑。全省尸潮都在替方敬山收集生命能量。6亿只是方敬山制造的第一头完整尸皇。我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众人。会议现场没有人说话。过了很久，沈渊才问了一句。沈渊终于确认，毁灭世界的既不是外星人，也不是天灾，而只是一个怕死的老头。我点头。沈渊轻轻叹气。沈渊认为有钱人怕死尚可理解，方敬山没钱没势，却把全省拖下水，连作恶都显得毫无预算。第一次试探结束后，秦昭改变了方案，省会不能慢慢清理。6亿已经知道我们到来，方敬山必然提前完成进化。我们必须在72小时内打进研究院。第一天凌晨，北线率先开战。许沧海打开城北3座泄洪闸，将河道水位提升，又用船队的汽笛和强光吸引狮群。20万丧尸涌向河岸，顺着预设坡道跌入水中。海神会过去靠水吃饭，现在靠水清理丧尸，专业没有变化。客户换了一批，船队沿河缓慢后退，把狮群引到废弃湿地。沈渊提前让工程队在那里挖出10几条深沟。狮群掉进沟里后，士兵推着混凝土隔板封住出口，再由喷火车逐段清理。北线2个小时消化了15万丧尸，西线同时发动。楚红绫骑在巨型黑熊背上，身后是800头变异兽和2万士兵。狮群闻到活物气味后疯狂追来，变异兽骑兵没有正面冲撞，而是利用山间道路不断变向，将狮群分成10几股。楚红绫的精神力像无形长鞭，逼迫最前排的高阶丧尸偏转方向。丧尸互相推挤，最后全部冲进废弃采石场。铁柱已经在那里等候。采石场上方堆着200辆报废汽车，铁柱举起文明执勤盾牌，200具力量型士兵同时推车，汽车像钢铁雨一样滚下山坡。整个采石场轰鸣了5分钟。楚红绫看着铁柱，第一次认真询问能不能把他调到骑兵团。秦昭当场拒绝。保安部和骑兵团持续了1个月的友谊，在人才争夺面前出现第一道裂痕。南线由秦昭亲自指挥，27架飞机分成3批，沿城市外环投放声音诱导器。10万丧尸被警报声引出市区，随后遭到预设火力网和士兵方阵夹击。秦昭不追求杀得快，秦昭只要求每一发子弹都有目标，每一条撤退路线都有备用。他把整片南部工业区变成一个巨大的齿轮阵，狮群每前进一步，就会被钢索、路障、火力和士兵削掉一层。6小时后，南线推进11公里，伤亡人数只有37，其中12人不是被丧尸咬伤，是争抢运输车时从车顶掉了下来。秦昭把这12人安排去后勤搬运，他们从此明白，战场上最可怕的惩罚不一定是禁闭，也可能是连续搬运400箱矿泉水。3线分流成功，省会外围狮群减少近50万。方敬山终于开始反击。当天下午，城市里所有电子屏幕同时亮起，屏幕上出现一张干瘦苍白的人脸。方敬山没有身体，只剩下连接无数管道的大脑和半张覆盖人造皮肤的脸。他宣布东兰省属于进化者，要求所有幸存者放下武器，接受永生改造。方敬山还特意点名我，他说阴尸宗的控尸术不过是落后的迷信，他的生物科技才是人类未来。我让技术人员接通信号，全省所有屏幕都出现了我的脸。我只问了方敬山一个问题，我只反问方敬山，他的永生如果真有那么好，为什么他的脸看起来还像一块忘记放进冰箱的豆腐？各基地先是安静，随后爆发大笑。方敬山的脸抽动了几下，电子屏幕集体黑掉。沈渊评价，我成功把一场决定文明未来的理念之争降低到了菜市场吵架的水平。我认为这正是旁白故事需要的效率。方敬山恼羞成怒，释放了藏在地铁系统里的畸变狮群。这些丧尸没有皮肤，四肢经过人工加固，奔跑速度接近汽车。他们从200多个地铁出口同时冲出，避开外围阵地，直接袭击后方补给线。沈渊正在最大的物资仓库核对清单。第一头畸变狮撞破卷帘门时，沈渊连头也没有抬，沈渊只在平板电脑上按下一个按钮，仓库地面升起4排钢制隔断，天花板落下高压电网，上百头畸变狮冲进来，像一群主动进入洗衣机的旧衣服，被电得整整齐齐倒在地上。沈渊早就发现省会地铁与物流园相通，因此把最重要的仓库设成了诱饵，真正的物资储存在3公里外。
仓库里堆的全是空纸箱，最上面一个纸箱还写着4个字：感谢惠顾。但其他补给点没有这么幸运，数千头机变师冲入救护站和油料区，后方立刻陷入混乱。苏婉照所在的第3救护站遭到最猛烈攻击，警卫小队被机变师冲散，几十名刚完成手术的伤员无法转移。所有人都以为苏婉照会撤退，苏婉照却锁上手术室的门，把手术刀放回托盘，又从柜子里取出一把霰弹枪。末世前，苏婉照的双手用来从死神手里抢人，末世后，苏婉照偶尔也直接处理死神派来的工作人员。第一头机变师撞进走廊，苏婉照一枪轰碎他的膝盖；第二头从天花板落下，苏婉照侧身避开，手术刀准确刺入后脑缝隙。苏婉照一边作战，一边指挥护士给伤员输血，枪声、尖叫声和心电监护声混在一起。苏婉照的白大褂溅满黑血，脸上却没有任何慌乱。苏婉照命令所有人在手术结束以前谁也不准死。这句话不是安慰，这是苏婉照给整个救护站下达的命令。10分钟后，秦昭率队赶到，走廊里躺着20多头机变师。苏婉照站在手术室门口，霰弹枪只剩最后一发，身后的病人一个不少。秦昭问苏婉照有没有受伤，苏婉照看了一眼袖口的裂痕。苏婉照检查后表示，受伤的只有衣服。当晚，沈渊让人从仓库里找出10件全新的白大褂送到救护站，苏婉照只留下了1件，其余9件被苏婉照退回，理由是沈渊的物资登记表写错了1位小数。2位顶级美女在尸潮围城的夜晚，因为0.1相医用纱布对了半小时仗，我站在旁边不敢劝。在新生城，狮皇不一定能让我退让，财务和医生同时皱眉，一定可以。机变师突袭被击退后，顾清河发现了他们的弱点，这些尸体依赖方敬山释放的特定声波保持行动，一旦屏蔽信号，肌肉就会迅速失去协调。顾清河连夜改装了200台干扰器。第二天清晨，机变师再次从地铁冲出，顾清河按下开关，前一秒还跑得像汽车的怪物，下一秒集体学会了刚出生小鹿的走路方式。他们互相绊倒，在街道上滚成一团。铁柱带着士兵上前补刀，顾清河追在后面大喊保留完整样本。铁柱回头看了顾清河一眼，又看了看脚下已经被踩成薄饼的样本。铁柱第一次表现出明显心虚。我后来专门在保安部规章里增加一条，看见顾清河的实验材料，禁止使用超过100公斤的武器。第二天中午，3条战线推进到内环，狮群数量仍有200多万，但城市道路已经被我们切成9个区域。我以16万士兵为骨架，把普通狮群逐片包围，再用控尸印夺取其中的低阶丧尸。每清理一个区域，我的士兵数量就增加一部分。到了傍晚，我掌控的尸体突破30万，如此庞大的精神负担，让我每走一步都像顶着一座山。楚红玲发现情况不对，主动将精神力接入控尸印。他无法直接控制士兵，却可以替我分担那些混乱的残留意识。30万丧尸临死前的痛苦、饥饿和疯狂同时涌入楚红玲脑中，楚红玲脸色瞬间苍白。我立刻要切断连接，楚红玲却抓住我的手腕。楚红玲坚持让我不要停止控尸。她站在尸海中央，长发被精神风暴吹起，紫色眼眸亮得像2颗星。无数杂乱意识试图撕碎楚红玲的理智，楚红玲却一层层将他们压下。楚红玲决定由我负责让死人听话，而她负责保证我不会发疯。在楚红玲帮助下，我第一次把控尸范围覆盖整片城区。30万士兵同时转身向研究院方向推进。高楼上的幸存者看见这一幕，全部陷入沉默。末世以来，他们一直害怕尸潮，这一天他们第一次看见尸潮为人类让路。6翼再次出现，这一次它带来的不是尸鸟，而是12头人工尸将。每一头尸将都由不同变异器官拼接而成，有的4臂持刀，有的全身覆盖骨甲，还有一头背着装满腐蚀液的巨大囊袋。他们从高楼跃下，直扑军阵核心。秦昭抬起狙击枪，一枪击碎腐蚀尸将的囊袋，腐蚀液在半空炸开，落在另外2头尸将身上。楚红玲控制尸鸟改变飞行方向，让他们撞向4臂尸将的眼睛。巨型黑熊正面拦住骨甲尸将，2头怪物撞塌了半座商场。苏婉照根据尸将动作判断关节位置，通过通讯器给出攻击坐标。顾清河分析他们的组织结构，找出所有人工缝合点。沈渊调来重型吊车，把1根10吨重的广告牌从楼顶横扫出去。5位女伴各自站在不同位置，却像一台配合精密的机器。我只需要负责最后一步，把尸将变成自己的员工。12头尸将经过半小时激战，7头被击毁，5头被我强行收服。4臂尸将失去2条手臂后，被铁柱安排进保安部。铁柱很满意，保安部终于来了一个能同时举2面文明执勤盾牌的新人。6翼见尸将失控，第一次亲自俯冲，6片古翼掀起的风压震碎街道2侧玻璃，
他从300米高空坠落，速度快的只剩一道黑线。秦昭连续开出3枪，第一枪击中左翼关节，第二枪击碎胸口晶体外壳，第三枪却被6翼用古翼挡住。6翼穿过火力网，一爪抓向秦昭。我发动失踪身法，挡在秦昭面前，手中黑色锁链缠住6翼手腕，冲击力把我和6翼同时撞进一栋写字楼。我们从1楼撞到地下停车场，沿途碎掉的办公桌足够重新装修3家公司。6翼的力量远超普通尸王，他把我按进水泥墙，胸口裂开的晶体喷出红光，试图将尸毒直接注入我的身体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致命攻击；对阴尸宗宗主来说，这相当于有人拿着一桶生水，试图淹死一条鱼。我运转失踪功法，反过来吞噬晶体中的能量。6翼发现不对时已经晚了，他疯狂拍打古翼，整座地下停车场不断坍塌。我死死抓住他，像抱住一只拒绝洗澡的大型家禽。秦昭从破口追下来，把特制穿甲弹送进6翼胸口。楚红绫的精神冲击紧随其后。6翼短暂僵直，我一掌按在他额头，将30万尸兵的控尸印全部压向他的意识。6翼眼中的红光熄灭，又重新亮起黑色光芒。他跪在废墟里。东兰省第一头尸皇就此易主，我给他留下了顾清河取的正式编号。顾清河很满意，铁柱似乎不太满意，因为6翼一加入，职位直接定为尸兵空军统领。铁柱奋斗几个月才当上副统领，6翼入职第1天就成了统领。末世没有消灭职场不公平，他只是让员工不方便辞职。6翼被收服后，省会天空终于属于新生城。他飞上高空，发出一声尖啸，盘旋在城市里的数万尸鸟同时落向楼顶，不再攻击活人。许多躲藏了半年多的幸存者推开窗户，看见街道上的尸群主动后退，看见救援车沿着空出的道路驶来。有老人跪在阳台上哭，有孩子举着锅盖向士兵挥手。铁柱经过时也举起文明执勤盾牌回应。只要不看他青黑色的脸，这个场面甚至称得上温馨。然而方敬山没有给我们庆祝的时间。研究院方向突然升起一道暗红光柱，整座东兰市开始震动，地面裂开数百道缝隙，黑色雾气从地下喷出。那些被围困的丧尸同时停止攻击，转身朝研究院狂奔。方敬山要提前启动祭坛。顾清河的仪器显示，地下能量每分钟都在翻倍。一旦祭坛完全打开，它会抽干省会所有尸体和活人的生命，把整座海岛变成一座供养方敬山的坟墓。秦昭立即下令总攻，30万尸兵从9个城区同时推进，活人部队在后方建立安全通道。6翼带领尸鸟群轰击研究院楼顶，变异兽骑兵封锁地下出口，船队和飞机负责转移幸存者。这不是一支军队在攻打一座城市，这是整座海岛上还愿意活下去的人一起向制造末世的人讨债。研究院外围有一道由尸骨形成的高墙，几十万具尸体彼此融合，手臂和脊椎交错成巨大的白色屏障，炮弹轰上去只能炸开浅坑，几秒后又会被蠕动的血肉填平。顾清河根据6翼的记忆找到了古墙能量节点，节点一共有5个。5位女伴没有等待命令，分别带队出发。秦昭攻击正门节点，那里聚集着方敬山最后的2000名改造守卫，他们保留人类战术能力，又没有恐惧和痛觉，依托掩体不断射击。秦昭没有让士兵硬冲，秦昭先让士兵举着钢板前进，再安排狙击手逐个清除重火力，最后亲自带领突击队从排水沟绕到守卫背后。改造守卫发现腹背受敌，立刻引爆埋在正门的炸药。秦昭早已命令士兵挖走引线，炸药没有爆炸。负责引爆的守卫按了7次按钮，铁柱从旁边的土坑里爬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大团电线。铁柱不会拆弹，铁柱只是坚信，只要把线全部拔掉，任何东西都很难继续工作。这套方法和狮王处理机场控制台的思路高度一致。我开始怀疑保安部内部有一套独立于现代科学的技术体系。秦昭在枪声中突入节点室，一枪击碎控制核心，古墙正面出现第一道裂口。沈渊攻击东侧能源节点，方敬山在这里储存了末世前搜集的大量稀有金属和能源晶体，还安排300名幸存者充当人质。沈渊没有开火。沈渊通过研究院广播公布了方敬山所有私人实验记录，并告诉守卫，只要主动释放人质，新生城保留他们接受审判和劳动赎罪的机会。守卫头目拒绝投降，威胁炸毁能源舱。沈渊把一份账单投上大屏幕，账单显示方敬山承诺提供给守卫的家属保护区根本不存在，所谓家属转移计划实际是把他们送进实验区。守卫队伍开始动摇，头目恼羞成怒，亲自冲向引爆器。一名年轻守卫从背后开枪，几秒后仓库大门打开，人质全部获救。沈渊没有食言，主动放下武器的人被登记身份，送往后方接受审查。沈渊走进能源舱，
看见堆积如山的金属和晶体，眼睛微微发亮。我通过通讯器提醒沈渊，先摧毁节点。沈渊沉默2秒，沈渊同意摧毁节点，但坚持先拆走所有能够回收的部分。末世里的财富女王依旧无法接受可以回收的资产被粗暴报废。10分钟后，工程队连节点带地基一起装上运输车。古墙东侧失去能量，顾清河攻击西侧生化节点。节点周围没有守卫，只有上百个装满实验体的培养舱。方敬山通过广播诱惑顾清河，他愿意交出全部研究资料，甚至允许顾清河加入他的永生计划，只要顾清河停止帮助我。顾清河确实停下脚步。方敬山以为顾清河心动，开始讲述自己的实验成果。顾清河听了整整3分钟，然后顾清河问了12个专业问题，方敬山一个都没有回答完整。顾清河得出结论，方敬山不是天才，他只是最早发现祭坛，又最敢拿活人试错的人。真正完成核心算法和稳定药剂的研究员早已被方敬山灭口。顾清河最讨厌2种人，第一种是实验数据造假，第二种是水平不够还冒充学术权威。方敬山恰好同时满足。顾清河将自己研发的逆向抑制剂注入主管道，培养舱里的实验体迅速停止畸变，节点表面长出大片灰白色结晶。方敬山愤怒地切断广播。顾清河站在满地玻璃碎片间，平静收起注射器。顾清河最后评价：方敬山的研究论文如果送审，恐怕连摘要都无法通过。这句话对方敬山造成的伤害，可能比秦昭的穿甲弹更大。苏婉照攻击南侧生命节点，那里关着研究院最后一批活体实验对象，数百人被固定在金属床上，血液通过管道输入祭坛。他们中有老人，也有孩子，生命已经虚弱到无法承受普通转移。苏婉照没有摧毁节点，苏婉照命令医疗队就地建立手术区，一根一根切断管道，替每个人维持生命。方敬山释放毒气，试图逼迫苏婉照撤离。苏婉照戴上防毒面具，继续手术。过滤罐只能维持15分钟，救出全部实验对象至少需要半小时。苏婉照让其他医生轮流离开换气，自己始终守在最危险的位置。面具内壁很快布满水雾，苏婉照的手却没有一丝颤抖。最后一名孩子被抬上担架时，过滤罐已经完全失效。苏婉照咳出鲜血，仍然先检查孩子的瞳孔和呼吸。秦昭派来的支援队赶到，将解毒剂注入苏婉照手臂。苏婉照短暂昏迷前只说了一句话。苏婉照要求医疗队登记所有获救人员，少一个都要在他醒来后接受追查。医疗队没人怀疑苏婉照会真的核对。生命节点失去供给，古墙南侧大面积坍塌。楚红灵攻击最后一个精神节点，那是最危险的节点。数十万丧尸残留意识被压缩在一颗巨型晶体里，任何靠近者都会被疯狂和痛苦吞噬，变成只会攻击同类的怪物。楚红灵让所有人停在100米外，独自向晶体走去。他每走一步，眼前都会出现陌生人的死亡。有人在办公室变异，有人在学校寻找孩子，有人在医院走廊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数十万段记忆同时涌来，普通人1秒就会精神崩溃。楚红灵却继续前进，因为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。末世前，这种能力让楚红灵被当成怪物。末世后，楚红灵终于明白，能够听见痛苦并不是诅咒，只要足够强大，他也可以成为替别人结束痛苦的力量。楚红灵走到晶体前，将双手贴上表面，紫色精神力像火焰一样沿着晶体裂缝蔓延。他没有镇压那些残留意识，他把每一段记忆送回沉默。哭喊声逐渐消失，数十万亡者最后的执念化为无数细小光点，从晶体中升起。整座城市像下了一场逆流而上的星雨。晶体彻底破碎时，楚红灵跪倒在地。我通过6翼从空中赶到，将楚红灵接住。楚红灵睁开眼，第一句话是问我有没有看见刚才的场面。我承认刚才的场面非常漂亮。楚红灵随即要我明确，漂亮的是星光还是他？这道题比狮皇更难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给出的答案是两者都很漂亮。楚红灵对答案基本满意。通讯器里同时传来秦昭的咳嗽、沈渊翻账本的声音、顾清河记录数据的声音，以及刚刚苏醒的苏婉照要求检查我语言功能的声音。我立刻结束了私人频道。5个节点全部断开，包围研究院的尸骨高墙轰然倒塌。30万士兵踏过废墟，直抵研究院主楼。方敬山最后的防线只剩下地下祭坛，入口是一条垂直向下的运输井，深度超过500米，大型部队无法进入。我决定亲自下去。秦昭要同行，顾清河要采集祭坛样本。沈渊说地下设施属于重要资产，必须现场评估。苏婉照刚吸完氧，就让人把担架推到入口。楚红灵更直接，已经站在6翼背上等我。我看着5位女伴，终于明白，统一海岛最难管理的
从来不是300万丧尸，是5个能力顶尖、身份顶尖、容貌顶尖，而且都非常有主见的女人，最终没人留下。我们带着铁柱、6亿和200名精锐士兵进入运输井，电梯下降到300米时突然停电，方敬山切断钢缆，电梯箱急速坠落，6亿撑开古翼顶住箱体，楚红林用精神力拖慢速度，铁柱和士兵把所有人护在中间。电梯砸进地下大厅，地面裂出蛛网般的缝隙，尘土散去后，所有人都活着，只有铁柱的盾牌多了一个凹坑。铁柱用手把凹坑按回去，继续文明执勤。地下大厅比省体育馆还要巨大，无数血管状管道从墙壁延伸到中央祭坛，祭坛上方悬着一颗直径10米的肉球，方敬山的大脑就在其中，肉球下方堆满晶体，那些都是从高级丧尸体内提取的尸核。顾清河看见尸核，呼吸明显加快，沈渊看见祭坛周围的稀有设备，呼吸也明显加快，两人同时向前一步，秦昭一手一个把他们拉了回来。专业人士面对专业资产时，同样需要军事纪律。方敬山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，他告诉我，阴尸宗和地下祭坛本来就来自同一个源头。数百年前，阴尸宗祖师曾经来到这座海岛，从祭坛上取得一块黑色晶石，才创造出控尸法门。我能在末世觉醒，不是偶然，是祭坛选择了我。只要我与方敬山融合，就能控制全世界所有尸体，获得真正不死的生命。我听完后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方敬山以为我被说动，我却只关心融合以后究竟由谁负责长脸。方敬山没有理解，我解释，他只剩下一颗大脑，我至少外形完整，如果融合后使用他的审美，我无法向全省群众交代。方敬山愤怒的整座祭坛都在震动，5位女伴站在我身后，表情各不相同。秦昭习惯了，顾清河在研究方敬山愤怒时的能量变化，沈渊认为谈判策略虽然粗糙，但确实有效。苏婉照开始担忧我是否有脑部损伤，楚红林笑得最明显。方敬山不再废话，启动祭坛最后的防御，尸核同时融化，黑色能量灌入地底，一只由无数尸体拼接而成的巨手从祭坛下方伸出，手掌宽度超过50米，紧接着是头颅、躯干和6条粗大的手臂。方敬山把几百万丧尸的部分组织藏在地下，制造出一头真正的尸山巨人。他站起身时，头顶撞碎了大厅穹顶，地面上的研究院随之塌陷。东兰市所有人都看见一头接近200米高的怪物从市中心爬了出来，他的身体由成千上万张脸和手臂组成，每走一步都让附近楼房倒塌，30万士兵在他脚下如同蚂蚁。方敬山把自己的意识转移进尸山巨人，朝我一掌拍下，6亿抓住我们，冲出废墟。巨掌落地，半个街区变成深坑。秦昭立刻接管地面指挥，所有炮兵、飞机和重火力同时攻击尸山巨人的关节，炮弹在巨人身上炸开无数火球，却无法造成致命伤害。组成他身体的尸体不断移动，迅速填补缺口。许沧海从北线调来船用重炮，楚红林命令变异兽撕咬巨人脚踝，沈渊让工程队把城市燃气管道中的剩余燃料全部抽入中央大道。苏婉照根据血肉活动方向判断出能量循环路径，顾清河则盯着仪器寻找方敬山意识真正藏身的位置。尸山巨人挥动6条手臂，几十栋大楼像积木一样飞向军阵。我命令30万士兵彼此叠压，组成6道尸墙。大楼撞碎前5道尸墙，最后一道在活人阵地前停下，数万士兵被砸成碎片。剩余士兵没有后退，死人最大的职业优势在于不会因为同事受伤申请调岗。方敬山发动第2次攻击，6亿带我飞到巨人头顶，秦昭乘直升机紧随其后。顾清河忽然在通讯器里大喊，方敬山的意识不在头部，他藏在巨人左侧第2颗心脏里。秦昭立刻调转枪口，连续射击巨人左胸，穿甲弹只能打出几米深的孔洞。我让6亿直接俯冲，他收拢骨翼，像一枚黑色导弹撞进伤口。我在进入巨人体内的瞬间甩出锁链，拉住秦昭所在的直升机机架。秦昭跳下直升机，与我一同落进血肉通道。外面的尸山巨人开始疯狂拍打胸口。楚红玲用精神力制造幻觉，让方敬山误以为我们仍在头顶。沈渊同时引爆中央大道燃气，冲天火焰吞没巨人双腿。变异兽和士兵合力拉动数百根钢索，把巨人固定在2座高楼之间。苏婉照不断修正路线，苏婉照通过通讯器指导我们向左移动30米，避开巨人的主动脉。我一度不明白为什么要避开主动脉，苏婉照解释，一旦主动脉爆裂，我们就会被血流直接冲出去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在一头200米高的尸体里听医学导航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体验。前方血肉突然闭合，秦昭取出炸药炸开通道，无数寄生尸虫从缝隙涌出。我释放阴气控制最前排尸虫，
让他们反过来撕咬后方虫群。秦昭负责射击漏网者，我们一路冲到第二颗心脏，那是一颗悬在骨骼空腔中的巨大肉球，表面长着方敬山的脸。方敬山终于慌了，他再次提出与我共享永生。我拒绝共享永生。阴师宗历代宗主都很短命，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属于超额完成祖师要求。方敬山调动全部血肉向我们挤压，秦昭把最后一枚炸药装在心脏底部，引爆器却被血肉撞飞，落进几十米外的缝隙，周围空间迅速缩小。秦昭让我先走，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握住秦昭的手，将控尸印覆盖整颗心脏。方敬山不是尸体，但这颗心脏是，既然是尸体，就归阴师宗管理。我与方敬山争夺尸山巨人的控制权。外面的巨人6条手臂同时停在半空，整个身体剧烈颤抖。方敬山拥有祭坛和数百万尸体积累的能量，我拥有30万士兵、6亿以及整座海岛上所有人的信任。两股力量沿着尸山巨人的每一条血管碰撞，我的皮肤开始裂开，意识像被无数把刀来回切割。方敬山疯狂大笑，他说人类只会背叛，所谓信任根本不能成为力量。话音刚落，楚红灵的精神力穿过巨人身体，与我的意识连接，随后是6亿、狮王、铁柱和30万士兵的控尸印。地面上，秦昭训练的士兵守住阵线，沈渊调度的物资支撑所有火力继续运转。苏婉照救治的伤员重新拿起武器，顾清河研发的抑制剂沿着巨人血管扩散。北港的船炮、西部的兽群、南部的飞机和所有基地的军队同时发起攻击。方敬山说人类只会背叛，而回应他的是一整个省份同时开火。尸山巨人的左腿先跪下，接着是右腿，6条手臂一条接一条失去控制。我将控尸印推进第二颗心脏最深处，终于看见方敬山残存的真正意识。那不是神，也不是进化后的新人类，只是一个害怕死亡，躲在无数尸体后面的老人。我没有与他争论，我直接捏碎了那团意识。方敬山的脸凝固在惊恐中，秦昭冲过去捡回引爆器，我和秦昭同时按下按钮，巨大的心脏从内部爆炸。尸山巨人仰天发出最后一声咆哮，身体像失去支撑的山峰缓缓倒下。6亿撞破血肉，将我们从巨人胸口带出。我们刚飞出不到100米，尸山巨人便砸在省会中央大道上，冲击波席卷全城，所有人抬手遮挡尘土。等尘雾散去，巨人再也没有站起来，持续释放了半年多的尸毒信号，在这一刻彻底消失。省会剩余丧尸同时停止躁动，他们失去统一指挥，有的茫然游荡，有的倒在地上。低阶丧尸被我的控尸印成片接管，高阶丧尸则被军队逐一清除。末世爆发后的第187天，东兰市收复，新生成的旗帜升上省政府大楼。那天没有盛大的仪式，到处都是废墟和伤员，所有人都累得连欢呼都显得没有力气。秦昭坐在台阶上擦枪，顾清河抱着从祭坛抢救出来的硬盘，像抱着无价之宝。沈渊已经开始统计省会资产损失。苏婉照一边输液一边远程指挥救护站。楚红灵靠在我肩上睡着了，5个人的脸上都有灰尘和血迹，却依旧漂亮的让周围景色失去颜色。秦昭的美带着锋利感，她的眉眼冷静清亮，鼻梁挺直，黑色战斗服勾勒出修长有力的身形。哪怕坐在废墟上，秦昭也像一把刚刚结束战斗的长刀。顾清河皮肤白净，五官精致，长发因为连续工作有些凌乱。他低头检查硬盘时，眼睛专注的发亮，冷淡气质里藏着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聪慧。沈渊依旧挺直腰背，白色西装沾了尘土，反而让他明艳立体的脸多出几分战场英气。沈渊只要微微抬眼，就像仍站在末世前最高的商业大楼里，决定亿万资金去向。苏婉照的眉目柔和又坚定，苍白脸色遮不住温润美感。他摘下口罩时，额前碎发被汗水打湿，眼神却始终像手术灯一样稳定。楚红灵的长发披在肩头，紫色眼眸闭合后少了危险，多了几分安静。她的五官艳丽夺目，即使在最狼狈的时候，也像黑夜里盛开的花。我看了很久。秦昭抬起眼睛问我在看什么，我解释自己只是在确认重要人员有没有受伤。沈渊问为什么视线停留时间不一致，顾清河建议用计时器重新测试。苏婉照认为先检查我的瞳孔比较合理。楚红灵没有睁眼，却轻轻掐了我一下。尸山巨人没有杀死我，5位女伴的联合审讯差一点做到。东兰市收复后，全省仍用了2个月才恢复基本秩序。省会300万丧尸中，100多万在战斗中被清除，80万具较完整尸体被我收服，其余尸体经过分类处理。能施工的进入工程队，能搬运的进入物流队，保存较完整、行动稳定的负责农业和巡逻，缺胳膊少腿的也没有浪费。
顾清河建立了一套尸体功能评级标准，铁柱负责现场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直线行走、搬运重物、听从命令和不得随意咬人。最后一项看似基础，淘汰率最高。东兰省第一次出现了比活人招聘会规模更大的尸体招聘会。沈渊利用士兵劳动力修复港口、公路和电网，北港恢复远洋渔业，西部山城恢复矿产和畜牧，南部机场重新开通岛内航线，省会的工厂陆续复产。士兵不需要工资，不需要休假，也不会因为天气太热拒绝加班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们容易把午休理解成永久躺下。铁柱每天带着保安部巡查工地，把擅自躺倒的士兵重新扶起来。东兰省的建设速度因此快得惊人，3个月后，主城区恢复供电，半年后，全省主要公路贯通。过去相互封锁的基地变成城市和城镇，人们可以拿着新生成身份证在海岛上自由通行。有人建议我继续担任城主，也有人认为统一全省后应该改称省主。沈渊说，这个称呼听起来像某种收费不高的网络游戏。秦昭建议建立正式联合管理委员会，我同意了。委员会由各城市和基地代表组成，负责民生、法律和资源分配。我保留士兵军团的最高控制权，以及在全省危机时的指挥权。普通人仍然叫我城主，因为我从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开始就是新生成的城主。称呼没有改变，能管的地方从一栋破楼变成了整座海岛。全省统一后的第一次庆典在东兰市举行，广场上没有铺红毯，红毯被沈渊划为非必要开支，没有烟花。顾清河认为火药应该优先用于防御，没有阅兵式。秦昭说士兵走得不整齐会影响形象。铁柱听见后连续训练保安部3天，最终走出了6种不同节奏。庆典最后只剩下全省居民共同吃一顿饭。北港送来海鱼，西部送来肉和蔬菜，省会工厂送来新生产的饮料。上百万人通过广播和屏幕同时举杯。我站在省政府楼顶，看着重新亮起灯光的城市。半年前，这座海岛到处都是尖叫和尸体，如今街道上有巡逻车，医院里有灯，学校里重新传出读书声，码头起重机开始工作，机场跑道有飞机降落，田野间能看见士兵沉默耕种。这个世界依旧危险。海岛之外还有更多尸潮和未知势力，但至少东兰省统一了，至少这里的人不用再因为一袋粮食自相残杀，至少孩子们知道夜晚的灯会准时亮起。秦昭来到我身边，把全省防务报告放在桌上。顾清河带来新版试毒疫苗数据，沈渊带来下季度重建预算，苏婉照要求我补做3项身体检查。楚红玲说西部变异兽群又发现一头会喷火的野猪，准备明天带我去看。5位女伴各自拥有最顶级的身份和能力。秦昭是全省防卫军统帅，顾清河是生命研究院院长，沈渊是重建委员会首席负责人，苏婉照是全省医疗体系负责人，楚红玲是精神能力者和变异兽军团的最高统领。他们没有成为被我藏在宫殿里的花瓶，他们站在这座海岛最重要的位置，用自己的方式决定海岛的未来。当然，他们也共同决定我的作息、饮食、体检、预算和出行安排。统一全省以后，我拥有了100万师军、海港、机场、矿山、工厂和5位顶级女伴。理论上，我是东兰省最有权力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想在晚饭前喝一瓶冰饮料，需要经过苏婉照的健康审批、沈渊的配额审核、顾清河的成分检测、秦昭的安全检查以及楚红玲的心情判断。我曾经偷偷问铁柱，城主的权力到底体现在哪里？铁柱思考很久，把文明执勤盾牌递给我，大概是建议我去门口站岗。庆典结束当晚，北港收到一段来自海岛之外的无线电信号，大陆沿岸还有幸存者，他们正在遭遇规模更大的尸潮，请求东兰省提供帮助。会议室里，所有人看向我，我看向窗外，港口灯塔的光穿过夜色，照向遥远海面。100万士兵在城市、农田和海岸线上安静工作。6翼率领狮鸟在高空巡逻，变异兽骑兵沿着山路奔跑。阴狮宗过去被视为邪门歪道，我这个最后一位宗主也曾经穷到连房租都交不起。现在我用死人替活人守住了一座城市，又替所有人统一了一整座海岛省。既然大陆还有人求救，这个故事就没有停在海岸的理由。我让秦昭准备远征计划，让沈渊计算跨海补给，让顾清河准备疫苗和抑制剂，让苏婉照组建医疗船队，让楚红玲挑选适合渡海的变异兽。最后，我让铁柱挑选一面新盾牌。铁柱在仓库里找了很久，选中一面最大的。他在上面重新喷了4个字：跨海执勤。第2天清晨，北港船队拉响汽笛，第1缕阳光越过海面，照亮一艘艘满载人员、物资和士兵的船只。海岛上无数居民站在岸边送行，5位女伴站在我身旁。秦昭英姿挺拔，
手按配枪。顾清河抱着装满样本的金属箱，沈渊迎着海风检查最后一份清单。苏婉照的医疗队白衣如雪，楚红玲站在6翼展开的古翼下，长发被晨光染成深红。我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末代宗主走到今日，只用半年时间。有人说这是运气，有人说这是末世给我的机会，我更愿意相信是那些仍想活下去的人把机会交到了我手里。至于收服尸体、统一城市、统一全省，拥有5位顶级女伴，不过是我替大家解决问题时顺便获得的一点合理报酬。船队驶出港口，身后的海岛灯火通明，前方的大陆仍被黑暗笼罩。我站在旗舰船头，百万师军在身后沉默等待。末世曾经告诉所有人，死亡就是终点，而阴尸宗最后一位宗主用一座统一的海岛省证明了另一件事：死亡有时候不是终点，也可能只是入职通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请帮忙点赞订阅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